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Mitch 米奇生活。今天这个 set 有没有很高级？别怀疑不是我搬家哦，是因为我工作的缘故呢。我现在是人在英国的伦敦，在酒店quarantine着。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大家似乎很有兴趣，但是呢，其实又是非常私人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为什么我要来新加坡做工啦。如果那些很熟悉新加坡华语口音的呢，一听我的华语就知道，其实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的家乡是在马来西亚槟城，然后我是在新加坡做工，到现在在新加坡呢，其实已经有4年半的时间了。可是从去年从疫情开始呢，我已经差不多有接近1年半是没有回到家了。可是即使是因为如此，我选择来新加坡做工的这个决定呢，我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后悔的。说到在新加坡做工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一定是离不开钱的啦。好啦，虽然讲钱呢，确实是有一点铜臭味，可是我们确实也是活在一个围绕着钱运转的世界。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存活的话，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必须跟着这个世界的规则在走的。以新币对马币1:3的这个兑换率来说呢，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吸引很多马来西亚人来新加坡做工的一个点了。就以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讲就好了。大学毕业过后呢，其实我也是在马来西亚工作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那时候因为没有什么财务负担的关系，所以每个月省吃俭用呢，我也可以存差不多马币1000块左右。可是换到了新加坡，同样每个月我还是省吃俭用，我也是可以存到一个新币1000块。可是这个1000块呢，当我把它汇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它就是变成3000块了。如果你有打算呢，在马来西亚资产或者是投资的话，在新加坡做工呢，确实是有机会让你在短时间内累积到一个比较可观的数目。有些人可能觉得金钱没有那么重要，还是就业机会啊，个人的职业发展或者是专业曝光度比较重要。这样的话，其实和马来西亚比较起来呢，新加坡其实也是有更多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还是更加集中的。根据2020年世界银行所做的一个调查，在各国经商容易度列表里面呢，也就是一个国家是否欢迎外资入驻，然后是否也具备那些欢迎外资的种种政策等等，新加坡呢其实是排名第2的，是紧接在纽西兰的后面。然而马来西亚是排在第12名的。再加上新加坡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呢也越来越成熟了，这样呢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选择来新加坡成立分公司，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自己在大学毕业过后呢，其实也是先加入在马来西亚的银行金融业做财务顾问开始的。做了2年过后呢，我也是看中了新加坡有更开放而且更具竞争力的市场而选择来新加坡的。那时候的我的想法呢，其实是要让自己在我的领域里面更进一步，然后同时也可以接触更多不同的面向，然后也可以更开阔自己的视野，而选择来新加坡的。所以总结我的第2个原因呢，是因为新加坡的就业机会咯。第3呢，是这边和马来西亚的文化差异不大，融入这边的生活呢，其实也是相对的简单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呢，同样是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如果追溯历史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交错跟重叠的历史背景。从语言啊、生活习惯啊、食物啊等等，我都可以很快的融入和适应。再加上新加坡还有一点跟我的家乡槟城很像的是呢，这边也是华人居多。早期呢，也是下南洋的华人选择落脚的地方。所以在新加坡，每当我去 downtown 区或者是去 Chinatown 的时候，看见那些比较旧式的华人 shop house，我都仿佛可以看见槟城的街头巷尾的样子。那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错乱感。然后这边的华人呢，其实也是福建人比较多的，这一点呢也是跟槟城很像。可是我不懂是不是这边的福建呢比较正宗，还是槟城的福建太弱家太有特色了。
平时呢，我虽然听得懂那些老一辈的人所讲的那些福建话啦，可是他们就未必听得懂我所讲的闽南的方言了。第4点，新加坡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适合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呢，是它的公共交通和设施。到了新加坡，我才发现一个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啊，对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想象一下，我们在新加坡呢，用一个 app 或者是任何一个地图的 app 呢，就可以知道下一辆巴士或下一辆火车会在几点几分到站。我去过东京、纽约、伦敦、上海这些大城市，这个报时的程度呢，都没有新加坡那么的准确。这个就是完全体现公共交通呢，完全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的一部分。一个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呢，不应该局限你的行动，也不应该限制你的日常生活的。而且呢，因为新加坡的交通四通八达，你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呢，在1个小时以内就能到达。最多呢，你也只是需要步行一个短短的距离就可以了。而且呢，有盖走廊是超级普遍的，让你在外行走的时候呢，也不至于日晒雨淋。近年呢，新加坡也致力发展成绿色城市。他们用城市公园的概念呢，在新加坡推动绿化城市的改革，像公园啊、保护园区还是自然生态保护区呢，常常都可以得到相当不错的关注和发展。我呢，常常就会约朋友3不5时去到这些不一样的公园呢健行或者是运动，感受一下新加坡不同的面貌，同时也可以接近大自然。当我们在这些户外的场景的时候呢，完全就是可以颠覆我们对大城市的那种既定印象。所以说，发展和维护大自然是不能同时兼顾的呢。新加坡我觉得就做得很不错。这一点呢，同时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会选择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原因呢？也就是这边的治安呢，真的是超级好棒棒。当然啦，同时也是因为这边的法律是真的是很严啦。简单的例子是呢，在新加坡你是不能公开贩售口香糖的，然后在晚上10点半过后，你也不能在公开场合饮用酒精饮品。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如果你在外故意不戴口罩呢，也是有可能被控上法庭的。这边的治安呢，好到什么程度呢 ？OK， 假设我一个人在商场里面的 Starbucks 坐着喝咖啡，突然我想上厕所，我可以把我的书包啊、我的 laptop 啊、我的个人的物品啊放在桌子上去厕所呢，基本上我都不会担心我的东西会被偷窃或者是遗失的。即使呢是在 Kopitiam 或者是在 Food Court 看到人家用比较贵重的东西放在桌子上 chop seat， 其实也已经见惯不惯了。这样一个安全的氛围，如果不是全部人同时间都秉持着奉公守法的精神呢，其实是很难办到的。还有一点，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在户外跑步嘛，可是我又很不喜欢晒太阳，所以呢，我跑步的时间呢，通常都会选在很早，要不然就是很夜。在这些时候呢，这些公园通常都是很冷清、很少人的。可是，在这些公园跑步的时候呢，我都不会觉得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或者是有强烈的不安全感。相反的，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的话，不管是哪个时间出门呢，我都要时常保持着警惕。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曾经和我的一大班的大学同学啊，去逛一个吉隆坡很热闹的夜市。当我们这一大班人逛完之后，想要去附近的一个户外停车场去取车的时候呢，我们的其中一个女生朋友呢，就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下被人家抢包包了。可想而知，这些抢匪是有多么的 desperate， 跟多么的猖狂了。我会把治安放在最后一点，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呢，是可以让你慢慢产生归属感的一个重要元素。一个你可以活得很自在、很安心的地方呢，你才会把它叫做家吧。如果你觉得治安不重要，然后你可以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或者是待遇而觉得社会秩序是其次的话，那我觉得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生存者吧，而且是精心单挑的生存者。那你呢？你也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人吗？那你又是哪一国人？喜欢新加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很多马来西亚人呢，一开始会选择来新加坡做工呢，也是因为
新加坡很靠近马来西亚吧。然后过后呢，慢慢才给新加坡的种种的美好而给折服了，选择在这边留下来，甚至是落地生根的。当然，事情总是有两面性啦。我既然选择了在国外工作和生活，和家人相处的时间自然也变得比较少。我从去年1月过后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回到马来西亚见过我的家人。现在也差不多有1年半的时间了吧。事情呢总是没有两全其美的。那些因为家人而选择留在家乡发展的人呢，虽然可能机会少了一点，也有可能赚的也没有比别人多，可是我想和家人相处的时间是不能用任何价值来衡量的吧。最重要的呢是要过得开心，要过得自在就好了。好，以上就是我总结的为什么我要选择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5个原因。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呢，记得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哦。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Mitch 米奇生活，带你发现生活的美好模样。我们下期见，拜拜。